这期影片我们逛逛蔚然公园东侧的前孙公园胡同和后孙公园胡同，会带您参观几个不对外开放的深宅大院，看一下保留下来的大戏楼以及精美的砖雕、木雕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每周我会在这里分享一些古老街巷，给您讲讲他们的历史变迁，带您瞧瞧遗留的历史痕迹。如果你也感兴趣这些内容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，就能够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。前孙公园胡同的东口在南新华街东西走向。明末清初的官员学者孙承泽在此处修建了住宅和花园，里面亭台水榭应有尽有，被同辽文人称为孙公园。到了清朝末年，孙公园分为前孙公园和后孙公园两地，久而久之就演绎成了街巷名称。胡同于1965年定县名。孙承泽，明崇祯年间进士，官至刑科给事中。1644年春，李自成攻进北京，明朝灭亡。作为旧臣的孙承泽本来要以死报恩，被救了下来，投降李自成，后又归顺了清朝。康熙时曾任礼部左侍郎。孙公园是当年北京南城少有的花园式建筑，40多个院子，280多个房间，宅内有盐山堂、万卷楼、花园、戏楼等。康熙28年，洪升的长生殿首演式就在孙公园内的大戏楼，轰动京城。只是首演式的日子没选好，正逢皇后的丧期，被举报后，洪升也下了大狱。孙承泽最大的贡献就是留下了《春明梦余录》和《天府广记》两部记述自明朝以来的北京地方史著作。这两本书是后人研究北京人文、历史、地理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。北京人常说的先有潭柘寺，后有北京城，就是出自《天府广记》里的先有潭柘寺，后有幽州城一说。前孙公园胡同25号是保护院落，可以看出这个院子当年的规模很大，我猜想应该是一处会馆，现在是大杂院。44号门上砖雕同盛春饭馆功力不凡，大气沉着，据说是民国风云人物吴佩孚所书。吴佩孚重过秀才，精于书法，还善绘画。在现在的北京五塔寺石刻艺术博物馆收藏着吴佩孚1935年给北平长春会馆题匾。胡同31号也是保护院落。2020年，在这个四合院里发现了一块流散多年的圆明园狮子林，带有诗句的太湖石，现已搬回到圆明园，但也有学者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。大家看一下31号院内部的样子。62号曾是京剧大师袁世海的故居，已经被彻底摧毁了，好像正在重建。前孙公园胡同2013年曾经面临全面拆除，特别是南侧双号的房子，整条胡同贴满了拆迁安置政策的招贴画。后来政策好像又有变化，保留下来了一些建筑，像我们前面说的44号，原本也在拆除计划中。前孙公园胡同和后孙公园胡同之间有南北向的前孙公园东夹道、西夹道。沿着西夹道，我从前孙公园胡同到达了后孙公园胡同。后孙公园胡同保留比较完整，胡同3号、25号、27号是曾经的安徽会馆。1871年，李鸿章兄弟倡议建立的安徽会馆正式落成，占地面积约9000平米，时称京师第一会馆。与其他省级会馆不同，
这里不接待平头百姓，是专供安徽籍淮军将领和达官贵人在京活动的场所。1895年，康有为、梁启超曾在安徽会馆创办了维新报纸《万国公报》，同时又创立北京强学会，成为宣传维新思想的主阵地。1900年，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，安徽会馆成了德国军队的司令部驻地。2006年6月，安徽会馆被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安徽会馆分为中、东、西3路庭院，每路皆为4进。孙公远当年那座著名的大戏楼就在中路院落，是京城现存4大会馆戏楼之一。戏楼精致，戏台宽阔，上横匾额题青石钟鼓。戏楼3面有楼座，围以朱漆栏杆。当年程长庚、谭鑫培等众多京剧名家曾在此演出。后来，大戏楼曾做过春树整流器厂的仓库，建筑保存基本完整，墙壁上还残留着清末明初建筑的月亮门洞和花墙。25号院曾是安徽会馆的中院正门，原本是面阔5间的大门，门口的站立抱鼓式门墩极具特色，虽然有些毁损，但还是特别值得一看，全京城独一无二。民国时期，徐悲鸿的美术学校曾经设在这里。25后院对面的8号院是保护院落，进的院内是一座2层小洋楼，围绕洋楼的是一圈岩板，岩板精雕细刻，保存完整。这是当年曾任察哈尔特别行政区都统的张敬尧的旧宅，后来冯玉祥曾在这里开过医院。胡同最东侧的1号院不仅外门精致，而且2道门上的砖雕十分复杂，手法相当细腻。大概10来年前，后孙公园胡同和现在不一样，那时一进胡同便看到高高耸立的安徽会馆标识，一面墙做成徽派建筑风格，涂成白色，顶部是徽派建筑独有的马头墙。恍然间，你感觉不是在北京，而是在徽州古城的某个角落。可过了几年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又恢复成了传统的青砖墙。一条胡同这么来回折腾，也是无语了。后孙胡同东侧和万源夹道相连，相传有一名为万源的铺户位于此而得名。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曾在万源夹道居住过。街上有2处大宅，古色古香，据说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裘盛戎家人的房产。我们看看这所宅子精美的内外部装修。后孙公园胡同西段北侧是北京市第43中学，旧址是明代的兴盛寺，寺前的胡同就命名为兴盛胡同。也有资料说兴盛胡同原本是孙公园前后院的穿堂门。燕都从考记载，琉璃厂有兴盛寺，道光11年重修，庙内有明天启2年铜钟，20余间客房。清康熙进士汪世宏曾书写禅境清闲的匾额，每年春季杏花怒放，吸引不少游客。清末改为医院，民国后是北京专门医科学校。